尤其在立正的時候啊，我個人建議是把襠部稍微撅起來，胯部齒輪往後掰1尺，然後膝蓋擺成這樣的弧線，撅襠的日式站，相對來說站立的穩定性會好一些啊，看到沒有？也僅僅是好一些。喂，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叉社新出的這一款日版配色的吊索。如今叉社的產品都不帶說明書了，這回裡邊只有一張信用卡材質的人物卡。另外還給你帶了一個小改锥，這個東西的目的是為了調節螺絲的，有大用。雖然沒有說明書，但這回的吊索變形來說還是非常簡單的，就簡單到很不像叉社的設計。裡邊會帶一個沉甸甸的目標戰士小人兒，這炮管子都是合金的材質，拿起來其實還挺有分量的。造型可动性來說也都是非常不錯的，該有的一些可动關節也都是变形的需要。背後的這個合金炮，我們雙關節先把它抬起來，打開這一塊的蓋子，整個扣到臉上，把它包住。腰部這裡整個往下折疊，然後腿部雙關節 Z 字，把它團起來。最後通過小臂上的插扣和腳後跟這一塊扣子進行連接。武器2種互動方式，可以夾在手上，也可以打開手臂的蓋板，拳头折疊收進去。通過後邊的插孔跟手腕進行連接，這個樣子插起來會更穩定一些。跟火炭一樣，吊索的美日版差距還是非常大的，除了顏色的不同，身上的一些塗裝細節，還有整個的頭雕樣式也是完全不一樣的。這也是美版後3集的重生和日版一系列的頭領戰士其中最大的差異化問題。頭部活動360度旋轉，點頭範圍有一定的餘量，肩膀平舉這一段大概只能到60-70度的樣子啊，但是外側這裡還有一個齒輪關節。就可以变相的把它舉得更高了。360度旋轉，這個地方是齒輪關節，需要繞開後背的翅膀位置。另外，在肩膀裡邊，這裡也設計了一段蝴蝶關節的折疊。二頭肌左右旋轉360度，手肘這裡有2段關節的曲臂，幅度還是很大的。手腕左右旋轉，上抬的獨立關節，下3指連在一起的棉手套式可動，大拇指獨立活動。背後这裡看整個的一個大翅膀背包，其實角色的設定也就是這個意思啊。腰部有獨立的彎腰關節，大概能折到45度左右，360度腰部旋轉。胯部裡邊是合金的齒輪關節，前踢支撐幅度不錯，後踢因為翅膀的干涉啊，這個地方就限制住了。側抬沒有齒輪，但是軸的支撐力度很不錯。大腿根部360度旋轉，膝蓋這裡是2段的齒輪關節，屈腿的幅度很大。腳踝左右這裡是有一定幅度的接地，但是這一款最大的問題出現在腳踝這個地方的連接，只通過這一塊的尼龍桿，韌性還是不錯的。但是我們可以從外側看到，它是單邊的尼龍桿支撐。也是為了保證這條腿的可動，所以你在變形的時候是要把它翻折過去的。站成人形以後啊，這個支撐的穩定性总會差一些意思。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回它會帶一根螺絲刀的原因。如果鬆了，用螺絲刀緊一下這個地方的軸。人形到頭頂在22公分左右。其實整個看下來，不論是漆面表現的素質，還有整個人形的一個還原度來說，做的都是非常不錯的，身材比例也很匀稱。人形唯一的問題就是腳踝這一塊的結構設計，導致了它的站立並不穩定。尤其在立正的時候啊，我個人建議是把襠部稍微撅起來，胯部齒輪往後掰1尺，然後膝蓋擺成這樣的弧線，撅襠的日式站，相對來說站立的穩定性會好一些啊，看到沒有？也僅僅是好一些，這個樣子至少它在前傾的時候不至於摔倒。如果說你把所有的齒輪關節都掰正的話，它是非常容易前傾後仰的。問題還是出在這個腳踝的設計上面。其實我想過啊，如果說為了支撐站立穩定呢，可以把腳後跟這裡拉長一截，或者索性直接把這一塊翻出來一個加長的腳後跟。這個樣子可能還會相對來說支撐的穩定點，但現在呢，問題就出在了這一塊腳踝，它的活動性還有左右的接地，再加上腳的長度不夠啊，沒有更大的抓地面積，所以站起來需要調整一下重心才可以擺得更穩。进入這一款非常簡單流暢的變形過程，這個胳膊剛才我們已經收好了，把目標戰士卸下來。胳膊打開，順着這一塊的關節旋轉90度。另一側也是打開這個蓋子的時候，側面這裡有一個卡扣，
所以你要掰着這個角會更方便拖出，折進去。它在這裡邊有一個插扣啊，所以我們擰一個90度，讓這個插扣面向這個位置，最終是要插到這裡的。下一步擺正胳膊，把這一塊的肩膀關節擰上去，再從後方這裡拖開下方的掛鈎，整個把一個肩頭拖下來。2個肩膀拖出後，拽着腦袋打開這一塊兩側肩頭的小卡扣，胸口的這一側有一個掛扣，把這裡打開，整個的胸向外側旋轉90度，裡邊有一個小的零件，不要忘掉，把它整個的翻折180度填進去。腰部順着裡邊的關節打開後邊連桿的卡扣拉下來，這個裡邊是合金和尼龍的連接桿，支撐的穩定性其實還可以。胸口裡邊收納着2個机頭，側面這裡2個小擋肉片左右撥開，然後整個的機頭180度翻出。翻過来便順着这2個扣子把它鎖上，順裡邊看，張開面板，把鼻尖從這裡邊摳出來，前方這裡還有一個擋肉片，撥着一下這一邊的凹槽，把它頂平，然後兩側夾緊，中間這裡還有一個擋肉片，我們把它翻平，通過這一塊的扣子搭在2個中間，把它支撐起来。膝蓋這裡双段的齒轮關節，我們把這個往上掰1尺，這塊調平，整個的滑槽縮進去，捅到底。側面這裡張開這一片，可以把後起落架翻出來。腳後跟在過的時候啊，在腳踝裡邊有一個空槽，它的余量空間就是为了讓你翻轉腳後跟的。把它擰個180度，腳背上面這裡有一個凸起的三角區域，旋轉90度打橫，然後再往裡邊壓，把它藏進去，整個向內收，把腿部和胯部完全藏到胸口的裡邊。現在就可以打開後方這裡的2個引擎蓋子，腿部往上扣合，在扣上來時注意這個位置左右有2個 C 型的夾扣，把藍色的零件卡住。掛滿了以後，這一塊是呈現平行的狀態，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2個腳丫子通過那個雙段的尼龍連桿完全的填進去，藏到引擎的空洞裡邊，再把這塊蓋子鎖下來，側面的插扣結合。這個藏腳和藏腿的設計其實是挺有想法的啊，可惜這一塊的連桿設計在人形的支撐穩定性上邊還是有所欠缺，無奈啊，可能也是為了服務於這個變形結構啊，所以這一塊我覺得適當的應該改進一下。插合手臂的時候，注意調整肩部，我們剛才折下來的雙段關節往後背1尺，它不是直着平行下來的，它是需要一個雙段的往後搓。你這個時候這兒擺成斜着的，胳膊才能很平的貼在翅膀下方。這裡邊的鎖扣也就夠到了。如果肩關節平行放過來，這條手臂和上下這裡是有縫隙的，我們往後提1尺，這後邊的小臂再扣上。最後我們再把胸板蓋回來，側面的鎖扣掛上，腦袋旋轉個180度，這一塊90度往回折疊，側面的2個扣子再釘上去。腦袋完全填到這塊駕駛艙的下方，定住鎖好，前起落架在後腦勺的裡邊給它掰出來，兩邊的透明艙蓋都可以打開，裡邊的儀表盤座位刻畫也是很細緻的，靠背還可以前後調整各種舒適的坐姿。所以這個飛船吧，可以駕駛4個人。最後我們把目標戰士搭載到飛機後背的這個孔裡面，整個的一個變形過程還是非常簡單的，而且飛機變形完成以後的偽裝效果完成度也挺高的。我總想着它公布出来灰模图的時候，指不定這玩意兒变形得多複雜呢。可能是上一款火炭帶來的先入為主的印象吧。這次的吊索，我覺得完成度2個形態做都還可以啊。底盤方面收納的也算是整整齊齊，整個的機背後方因為這一塊不涉及到變形結構啊，所以非常的平整。其實整體飞機拿起來還是有一定的分量感的，身上合金零件給的還是挺多的。吊索的這個飛機形態也算是很有特色了，很標誌性的2個機頭，看起來科幻感十足，非常的帥。而叉社現在也是把角色定位選在了這些後期的頭領戰士角色，也算是目前的一片藍海市场。目前能配 MP 身高的這些後續相關角色，在沒有其他廠家撞車的情況下，
叉攝也算是獨一份的選擇。而且這一次吊索的各方面素質啊，尤其人形、机型和变形結構的轉換，我覺得比上一款的火炭要來得更加的方便把玩一些。設計上面其實也有很多的創新點，但是在取捨之間，腳部的变形隱藏在2個引擎裡邊，算是一個很好的收纳方式。可在人形把玩和摆造型的時候，這個腳踝的支撐穩定性又成了这一款最大的致命點。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叉攝的這一款吊索做的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